为了打造出可以成神的基因序列，我用诡异药剂疯狂进行怪物实验，不仅创造了千变万化的001号模仿者，操控命运的006号司命者，堪称诡异兵工厂的009号分裂者，甚至还有以血肉铸刀剑的021号铸剑师。而这一切都源于我捡到的一个模糊，这模糊能提取万物序列，炼制药剂，喝下就能获得逆天变异。此刻暴雨倾盆，一个重伤少年瘫倒在巷子里，湿透的衣衫紧贴着身体。突然，一阵脚步声传入他的耳中，少年艰难地睁开眼，喉咙里发出呵呵声，却说不出话。看来你遇上大麻烦了。我蹲下，伸开口道，晃了晃手里的青色药剂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这么善良的人可不多了。小子，想活命吗？少年咬着牙，拼尽全力挤出一个字：想。那就把它喝了。我扔下药剂，转身就走。那少年见状，挣扎着爬过去，拿起药瓶，猛地拔开瓶塞就灌了下去。那又腥又苦的味道，简直像在啃鳄鱼的山蘑和胆汁。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便剧烈抽搐扭曲起来。而在街对面的屋檐下，我正用手机飞速记录：人类服用药剂无生命危险，测试成功。实验体编号002，命名深潜者。药剂由深海鱼和黑狗血合成，呈青色。服用后体表生出鳞片与鳃，脊椎肋骨异变生长，其余特性待观察。首次实验地点雨夜小巷，记录暂时到此。001，去照顾一下新来的朋友。说完，我便将手机揣回兜里。屋檐上的一只乌鸦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扑棱着翅膀飞入巷中。真够麻烦的，我又不是你的保姆。故事要从1个月前说起。我从地摊上淘来一个糊状工艺品。半个月前，我养的鹦鹉意外掉进湖里，竟凭空消失了。等我把湖里的东西倒出来，只剩下一滩红色液体。这液体里检测不到任何 DNA 序列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都不可能是血。后来我让家里的仓鼠喝下液体，它竟神奇地长出灰色翅膀，还能像鹦鹉一样学人说话。接着，我又把这只变异仓鼠扔进湖里，它也和鹦鹉一样化作了液体。从那时起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萌生：我往湖里丢进羊脑、变色龙和蚕蛹，再混合仓鼠化成的液体，喂给了我养的最后一只宠物，一只渡鸦。不得不提，这液体无论丢进什么，怎么融合，体积都恒定在100毫升。而渡鸦喝下后，竟觉醒了超凡的智慧。于是，我开始系统地教它各种知识。渡鸦的学习能力堪称恐怖，7天就掌握了华夏语，并与我流利对话。紧接着，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那只渡鸦变成了我的样子。没错，它变成了人，虽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。起初我还觉得挺有意思，直到有天早上，我竟看见它变成我，坐在电脑前打游戏。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，它的样貌、语气、神态都和我别无二致。渡鸦的模仿能力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，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。如果实验结果无法掌控，那这就是一场自杀式冒险。除非我也成为实验品，这就是我的首个杰作，编号001，模仿者。这次用人做实验，正是为了测试药剂对人体的效果。我总不能拿自己开刀。目前来看，结果还算乐观，至少没人因为服药而死。渡鸦目前还算忠心，毕竟我养了它3年，但换成普通野兽就未必了。这时我陷入沉思，那些材料混合为何能让渡鸦获得拟人能力呢？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？如果用蝙蝠来制药，能造出吸血鬼吗？看来还得继续尝试。此刻窗外依旧下着雨，一个浑身长满鳞片的男人正在巷中穿行。他看着自己年华的皮肤和手臂上的鳞片，惊恐地嘶吼道：我怎么变成怪物了？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对，这绝对是梦。哎呀，真是吵死了！一道女声在他背后悠悠响起，渔人猛然转身怒喝道：是谁？谁在那儿？可他身后空空如也。别找了，是我。话音落下，一只渡鸦飞到渔人面前，眨眼间化作一名少女。别害怕，我们是同类，我是模仿者，编号001，而你的编号是002，深潜者。深潜者是什么意思？渔人满脸困惑地望着少女。那位大人既然如此称呼你，就一定有他的深意，就像我的代号是模仿者一样。渔人下意识后退一步，疑惑道：那位大人是说给我药剂的那个男人，你是不是人？他是不是人？我并非人类，至于那位大人的事，你还没资格知道。你现在该想的是，你为什么会倒在这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难道你不想复仇吗？可我现在这副鬼样子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绝对会被抓去切片的。真亏你们人类能设计出那么多款式的衣服，你连衣服都不会穿吗？等着，我马上回来。片刻之后，渡鸦又飞了回来，将一件衣服丢到渔人身上。渔人老实地穿好衣服。行了，这下没人能看出你的异常了，就是块头有点夸张。就在这时，渔人毫无征兆地跪倒在地，惊呼道：为什么我感觉身体这么烫？紧接着他的身体一阵收缩，鱼类特征瞬间全部消失。我这是变回来了吗？渔人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手，确实变回了人类的手。可当雨水滴落，他的手背上又冒出了鳞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只要碰到水，我就会变成怪物？渔人赶紧把手收了回来。这么说，
只要我不碰水，就不会变身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现在你可以去报仇雪恨了。渔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走上街道。雨天街上行人稀少，他与几人擦肩而过，并未引起任何注意。只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路过时，脚步顿了一下。楚阳，你看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重的鱼腥味？那哥们儿80%是卖鱼的，有啥好看的？走了。此刻，郊区一座废弃厂房里，几个男人正围着打牌。那小子，你们就那么把他扔那儿了？要不然呢？难不成还给他送回家？就在此时，轰隆一声炸雷，几人下意识地望向门外，却在同一时间瞪圆了双眼。只见暴雨中站着一个身披雨衣的男人，那人抖了抖身上的水，随即脱下雨衣，任凭雨水冲刷，接着就变成了渔人的样子。渔人变身后，缓缓踱步进仓库。那几人已经吓得说不出话，全都下意识地后退，眼睁睁看着那怪物逼近。几人连忙抄起钢管、板砖等手边的武器。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大家一起上！渔人猛地一步踏出，以惊人的速度飞扑而来，冲在最前面的男人被当场一击毙命。另外2人见状扭头就跑，渔人再次扑上，其中一个男人也瞬间毙命，最后一人则趁乱躲了起来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我找到你了。据本台最新报道，近日有渔民在捕鱼时意外打捞出大量人体碎块，法医鉴定后确认，死者至少有8人。我随手将遥控器丢在一旁。这社会是越来越乱了，犯罪分子都这么嚣张。还好我家对门就是警察局，安全感直接拉满。随后我踱步到客厅，刚一坐下就听见脚步声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走了进来，肩上还站着一只渡鸦。我见此情形，双眼微眯。渡鸦立刻会意地飞到我肩上，发出声音：主人，你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什么事？我会意片刻后恍然想起来，哦，是让001去盯着002，干得不错。夸奖一句后，我抬头看向那个男人，冷冷道：至于你，我可不记得有邀请过你。渔人听罢，竟直接跪了下来。我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求求您收留我吧。说起来，你还能变回人类的样子。渔人愣了愣，是的，只要我不碰水，就能维持人类形态。不接触水就能恢复人形，具有可控性。我心中思索着。行了，说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特性和异常反应？他显得局促不安。我就是特别想喝水，非常想喝水。可我一旦喝了水，就会变成鱼人。我已经有12个小时没喝水了。闻言，我丢给他一瓶矿泉水，喝吧，在这里除了我，没人会在意你的样子。他接过矿泉水，仰头就灌，他的身体也随之迅速膨胀，再次变回了鱼人的模样。变身后的他开始不停地流泪，见此我眉头一皱。为什么会流泪？这和你身体的变化有什么关系？我继续说道。真是一个奇怪的特性，还有吗？渔人点头说道。我的身体强了很多倍，而且我能在水下呼吸，可以无视水压，还能在一片漆黑的海里看到东西，而且只要有人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就能知道它的位置。说罢，咻的一声，渔人突然冲了出去，一把将门外一个身穿功夫的男人提了起来，撞在了玻璃上，然后将男人提到了我的面前。男人惊恐道：俺就是个修空调的，啥也没看见。渔人的双眼逐渐泛红，冷冷道：不能让你活着，你听到了我们的对话。男人颤抖道：娘啊，俺就是个修空调的，俺什么也没听见。男人吓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我突然开口阻止道：够了，放开他。渡鸦飞到我的肩膀上，开口说道：主人，他看到了，我们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了。我看向男人，开口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王浩南。我淡然一笑：有没有兴趣协助一下我的实验？不然的话，你也听到了会有什么后果？王浩南连连点头：俺愿意。我笑了笑：认识一下，我叫穆百川，还有你002，下次就算有人偷听，也别打碎我的玻璃。我说着看了一眼渔人，渔人老实的点了点头。随后我便转身去了实验室。王浩南和渔人2人大眼瞪小眼。王浩南恭敬说道：渔人大哥你好。王浩南颤颤巍巍地伸出右手，渔人没有回应他，倒是渡鸦发出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渡鸦开口说道：你可真是幸运，能被百川大人选中。王浩南疑惑道：啥子意思？俺不太懂。渔人看向王浩南，开口解释道：就像我一样，可以获得超乎常人的能力，但也要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。王浩南突然明白了渔人的意思。你是说我要变成跟你一样吗？没过多久，我拿着一瓶药剂走了过来，随手丢给了王浩南，并命令道：喝了它。王浩南见此愣了一下：这是什么药？我冷冷说道：喝了你就知道了。王浩南深吸了一口气，直接拿着瓶子一饮而尽。这东西无色无味，就是有些粘稠。王浩南强忍着恶心，将液体咽进肚子。下一秒，他的双手忽然消失不见了。他发出惊恐的叫声：俺的手怎么消失了？王浩南下意识摸向自己的脸，又说道：不对，我的手还在。紧接着，王浩南整个人都消失了，连人带衣服完全透明化。我连忙走上去，伸手向前摸了摸，说道：还是能摸到，看来只是单纯的透明化。你感觉怎么样？王浩南闻言感受了一下：好刺眼，
哪怕闭上眼睛，还是能看到光，好疼啊！光在灼烧我的身体和眼睛。你能试试解除透明化吗？王浩南愣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该怎么解除？”我接着说道：“你试着在脑中想象一种颜色。”王浩南立刻闭上了眼睛，下一秒，他连人带衣服都显现了出来，不过是纯绿色的。你试着多想几种颜色，比如皮肤的颜色、头发的颜色，还有衣服的颜色。王浩南努力回想自己原本的样子和衣着色彩，眨眼之间，他身上的颜色便全部恢复了正常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手机开始记录实验数据。编号003，透明者，药剂成分为玻璃和变色龙。合成后液体为无色，特性是喝下后身体能与接触物一同透明化。通过想象颜色来改变自身色彩，缺陷是惧怕光线，会有强烈的灼烧感。其他特性未知，你还感觉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？王浩南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就是感觉有点怪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我好像不是我了。”于人愣了一下，也说道：“这种感觉我也有。你是不是还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可冒犯？就好像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你，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，否则就会死。”王浩南连连点头道：“对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我感觉自己好像升华了，从精神到肉体都变得很陌生。”听着这两人的对话，我再次开始记录。无论药剂成分是什么，服用者见到我都会产生无条件服从的本能，不服从就会死。这倒是有意思了。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那我就不用担心被反噬的问题了。百川大人，我能否也像003那样自由控制变身？听到他的疑问，我思忖片刻后开口：“如果能找到对应素材，就能办到。放心，你们的进化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只要服用新药剂就能不断变强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要专心实验，你们都离开吧，留下联系方式，没要紧时别来烦我。”夜幕降临，北岭市大雨倾盆，渔人身披雨衣，穿行于熙攘的街头。又下雨了。曾经的我最讨厌雨天，现在却截然相反。王浩南撑着伞跟在他身后说道：“002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渔人瞥了王浩南一眼，反问道：“你问的是什么时候？变成渔人之前？在变成渔人之前，我只是个普通大学生。从小父母离异，我爸娶了后妈，又生了个弟弟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一不顺心就对我拳打脚踢，肆意羞辱。上了大学后，我因为把被子晒在一个女生旁边，就被她男朋友带人暴揍一顿。其实他们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，打死了陪我8年的大黄。后来我就遇到了百川大人，化身渔人报了血仇。那你呢？俺是个老实人，亲眼撞见俺最好的兄弟和我老婆睡了，可俺太怂了，连动手都不敢。从那以后，他俩就更放肆了，甚至当着俺的面也不收敛。”说到这里，两人陷入了沉默。就在此时，一只渡鸦悄然落下，他开口说道：“任何人第一次欺负你，都是在试探你的底线；第二次是你默许的，第三次就是你自找的。你们人类不是有句话吗？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这个世界的法则从未改变。当你弱小的时候，连呼吸都是一种错误。那么反过来说，现在的你们如此强大，答案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”听完渡鸦的话，王浩南和渔人的眼神在这一刻陡然变得无比锋利。是啊，如今的我们已经脱胎换骨，也是时候该算算总账了。此刻，一间公寓内，一男一女正颠鸾倒凤，两人交谈着。王浩南这几天还挺老实，家都不回了。我看他是打算给我们腾地方呢。死鬼，他在不在？你不都一个样？就在这时，卧室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。男人猛地回头，身后却什么都没有。谁？王浩南回来了？无人应答。然而下一秒，房门竟然又缓缓关上了。男人眉头紧锁。哎呀，别管了，我们继续。女人媚眼如丝地缠了上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一把尖刀凭空悬浮在他们面前。男人瞬间瞪大了双眼，只见刀光一闪，径直刺穿了男人的脖子，而床上的女人则彻底呆住了，鲜血喷溅而出，空气中隐约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。谁？到底是谁在那？然而没人回答他，那把尖刀再次浮起，径直刺向了他的喉咙。同一时间，某所大学内，女生宿舍窗外雨声大作，闪电不时撕裂夜空。走廊里传来一阵怪异的脚步声，啪嗒啪嗒，像是某种湿滑的海洋生物在爬行。一阵诡异沙哑的哭泣声在走廊里回荡不休。哪个神经病啊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鬼哭狼嚎的？你听到了，我找到你了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，一只渔人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女生面前。那一夜，一名女大学生离奇惨死在自己的宿舍里。1天后，北岭市公安局，众人盯着监控截下来的一张照片，整个会议室都傻眼了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渔人？什么渔人？我看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罢了。局长，还有另一起案子，几乎和渔人案同时发生，死者是2个人。那个案子我看过了，初步推断凶手应该是王浩南。队长，情况好像不对，监控没拍到任何人进出王浩南的家。那段时间里，整栋公寓楼都没有任何人进出过。你确定？是的，王浩南在一家咖啡店待了足足3小时才离开，而且在他待在咖啡店的期间，2名受害者就已经死亡，现场也没发现第4个人的指纹。但是有一件怪事。什么怪事？王浩南家的门在案发时间点突然自己打开了，
却没有拍到任何人进出的影像。哎，棘手的案子真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青年走回警局，局长看见他，连忙迎了上去，说道：“杨岩啊，你手头忙不忙啊？”杨岩愣了一下：“不忙啊。”正好加个班。局长说着，把一份资料塞到他怀里：“别，我忙啊，局长。”杨岩赶紧改口：“那也得加班。”杨岩嘴角抽了抽。这时，又一名警员走来，递给他一张照片。杨岩接过照片后，也愣住了：“这是什么？人鱼？”“是的，现场勘查组反馈，走廊脚印类似蹄足，残留浓重鱼腥味。被害者床上也发现了散落的鱼鳞，初步推断，犯人可能在刻意伪装，穿的或许是道具服，鱼鳞之类的也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，干扰我们破案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人鱼存在？”一家酒吧里，王浩南和鱼人面前各自摆着一杯鸡尾酒，只是谁也不曾动过那一杯。以你目前的手段来看，已经算得上天衣无缝了。彼此，反正索命的是怪物鱼人，与我们凡夫俗子何干？两人相视，露出一抹冷笑。旁边的服务生听着两人私语，不禁暗自皱眉。你们有没有嗅到什么怪味？总感觉一股刺鼻的鱼腥味，像是菜市场刚拎回来的鲜鱼。罢了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动身告辞了。掌柜的，你觉得一个能隐形的杀人狂该如何被抓获？设法让他现出原形便是。比如呢？譬如熏些颜料之类的物件，兜头泼在那隐形人身上。说那隐形人能随心所欲改变体色，连身上的颜料也能一并同化呢？那确实是个棘手的难题。漫步在清冷的街头，我脑中不住地盘算着，眼看就要倾家荡产了，必须尽快搞点金币周转才行。既然这些试验品如此忠心耿耿，下次干脆寻个阔绰的豪绅来试药，这样我就再也不必为金币发愁了。恰在此时，我瞥见咖啡店门口正泊着一辆火红的敞篷跑车，这是傍上哪家的豪门富婆了？看来生意自己送上门了。百川老板，百川掌柜，你可总算是现身了。抱歉，让二位酒后多时了。百川老板，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了位贵客来给你捧场。那贵妇人打量着我，美眸中掠过一抹惊艳。小林整天在我耳边念叨，说你这里的咖啡堪称世间一绝，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亲口品鉴一番。我没忽悠你吧，沈姐？百川老板这颜值跟我比起来也是旗鼓相当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女子，不知这位贵客想品尝哪款？就把你们店里最贵的那种端上来。极品我这确实有，就怕一般人没那个胆量销售。本小姐最不缺的就是钞票，胆识更是要多少有多少。掌柜的，你这咖啡确实与众不同，经透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。独门秘方，世间仅此一份。话音刚落，女子便极其豪爽地一饮而尽，滋味当真奇妙。可这似乎并不是咖啡吧？你到底给他喝了什么名堂？都说了是独家秘制。给我闭嘴！我有准许你插话了吗？沈姐眉头微挑，识海中浮现，编号004，封后，成分涵盖咖啡豆、以后、蜂王、炒蜜、金斑蝶及郁金香、漆黑乳沫。特性：服用后指尖能画出致命风针，分泌剧毒麻痹神经，进而掌控傀儡。鱼象特性待查。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奇妙体验。我该如何报答您的这份厚礼呢？女子神情妩媚地向我暗送秋波。由此看来，药效似乎偏离了预期，往莫名的诡异方向狂奔而去了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我正欲索要实验费用，我深知您这份赠礼价值连城，绝非区区金钱可以衡量其万一。像您这样的世外高人，钱财想必如粪土，否则也不会开这间门可罗雀的咖啡店。反正也不指望他盈利，对吧？我极其怀疑这娘们在阴阳怪气我，但我苦于没有抓到真凭实据。只是眼下除了这俗气的黄白之物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来谢您。因此，我决定为您筹备一份与之相称的重礼，您可以尽管期待一下。语毕，他便翩然离去，空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凌乱。谁说我是金钱如粪土？老子现在穷得叮当响，搞研究哪样不要钱？这破店纯粹是生意惨淡，好吗？盯着丰厚远去的背影，我恨不得把那瓶药水给抠出来。看样子只能从旁边这货身上刮点油水了。入夜时分，那名随同而来的青年才慢吞吞地转醒邪门了。我怎么莫名其妙就睡过去了？沈姐，人呢？他临时有事先撤了，临走还没买单，这笔账你就代劳结了吧。青年一脸木讷地应声说道：行吧，多少钱？50万整。你说多少？他是把你家咖啡豆当金豆子磕了，还是顺手把你店给拆迁了？青年满腔怒火地质问道。他简直白瞎了我的一片赤诚之心。掌柜的，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带他登门，是因为我这身子骨实在吃不消了。记得那天我……得了吧，我对你的那些风流韵事
事没半点兴趣。我想表达的是，这些血汗钱全是我透支，身体一滴一滴熬出来的。我每天吃的是生蚝甲鱼，喝的是锁阳从容这种大补汤，就连零嘴都是枸杞配着羊起食。哥们儿，这身体现在真是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啊！我遇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兄弟你啊，本想把沈姐这金主引荐给你，谁知弄巧成拙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就看在我这颗红心的份上，能不能把这单给免了？原本我只是狮子大开口，看他这副肉疼的模样，看来兜里真揣着50万。一码归一码，掏不出钱就留在店里抵债，等什么时候攒够50万再卷铺盖走人。你呀，别欺人太甚，瞧瞧对面就是警局，朗朗乾坤竟然勒索我，信不信我反手一个举报？我听爸嘿嘿一笑，逗你玩呢，何必当真？送瓶特调饮料给你压压惊，这还像句人话。他接过来仰脖灌了个底朝天。我就纳闷了，啥极品咖啡敢开价50万？档案生成编号005，面壁者，代号强中属，配方含钙不锈钢、大理石及混凝土，药液呈现灰白死色，特性触碰金石即可同化全身，使皮肉筋骨瞬间进入高度金属化或岩石态，躯体能完美契合土石，实现穿墙遁地。弊端则是全身金属化后肢体僵硬动弹不得。其余能力待查。首次实验场地选定自家咖啡店。这笔钱你到底是掏还是不掏？给钱还是要留下来给我打工抵债？很好，真是个乖宝宝。有了这免费劳动力，我总算能安心搞我的研究了。次日夜里大雨滂沱，一个青年在街头狼狈喘息，任由冰冷雨水浇透全身，他神经紧绷地四下张望。那怪物应该不敢追来了吧？这里人山人海，他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现身，我总算安全了。青年刚松了口气，抬头却见对面站着个羽衣怪人，眨眼间竟化作鱼头怪物，吓得他魂飞魄散，扭头就跑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救命啊！有东西要杀我！你先冷静下来，告诉我谁要杀你？是那个鱼人，我亲眼看见他满脸都是鳞片，他想杀我灭口。你必须相信我，求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口中的鱼人是不是这个模样？利落解决掉男人，鱼人身形一晃，又变回那副清纯少女的模样。人类真是脆弱不堪的生物。002，你的烂摊子我帮你收拾干净了，记得回头请我喝杯咖啡就行。此刻的北岭市警局内，一群警员顶着熊猫眼，显然已经连续奋战了好几天。杨岩，有什么新线索吗？杨岩紧锁眉头。哭泣的渔人，隐形的凶手，案情愈发扑朔迷离。这案子真的还是凡人能插手的范畴吗？有什么办法？谁让咱们局长是坚定的无神论者？若非亲眼所见，他绝不会相信世间存在什么牛鬼蛇神。我之前提交的那个非自然事件调查组的提案，上面怎么说？这还用问吗？铁定是被驳回了。行了，别丧这个脸了，这班还不知要加到猴年马月，不如去对面喝杯咖啡提提神。王浩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杨警官，我们又碰面了。那个凶手抓捕归案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方向。对了，听说你小子辞职不干了？是啊，警官，人老了身体不行，那活实在干不动了。修空调确实不是个轻松活，以后有什么新打算吗？暂时还没规划好。对了，杨警官，这是我新钓的鱼，要不要上我家尝尝鲜？不了，我手上还有案子没结。那行吧，改天再会。杨警官，咱们也进去吧。今天你们老板不在店里吗？老板他休息了，我是新来的伙计，手艺不佳，还请您多包涵。这位长官，您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人家，人家可是会脸红的。抱歉，是我失态了。真是奇妙的感觉，为何我只是多看了他一眼，心神就差点被他勾了去？老杨，王浩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可是隐形杀人案的头号嫌疑人，是我们的重点监控对象。不清楚，不过前几次的盘问中，王浩南每次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回答问题也是滴水不漏，但我总觉得这家伙身上疑点重重。003，刚刚那个警察是不是已经盯上你了？有段时间了，需要我出手帮你解决掉他吗？不必了，他要是死了，那帮警察反而会更加怀疑，你自己随机应变吧。那我没事，就先撤了。公寓之内，我边给盆栽浇水边自语，没想到这些植物竟也能吸收魔药，虽然速度慢了点，但如果能成功实现量产繁殖，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。哦，果然有奇效，这简直就是超级加强版的捕蝇草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004好像说为我备了份大礼，还邀我前去参观，真是个麻烦的家伙。罢了，终究还是得去瞧瞧。地址好像是在南烟酒店。很快，时间转至下午，我慢悠悠地晃到了南烟大酒店。老板，里面请。沈小姐在哪个包厢？带我去见她。老板，里面请。情况不对，这些服务员的举止如同傀儡，所有人都在机械地执行着某种指令。整个南烟酒店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，而这些美丽的女子都是用来侍奉封后004的工蜂。这难道就是你觉醒的新能力吗？百川大人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令我这小地方蓬
蓬荜生辉。004，你要知道，人如果一直不停的工作，是会过劳死的。您是说这件事啊？这点您尽管放心，我爱护他们，就像爱护蜂巢下的娇嫩花朵。这就是你准备的所谓礼物。真正的礼物在这里，我觉得您需要一个更大也更绝对安全的据点。所以我买断了整个南湾区所有的工厂和地皮。这次的交易能如此顺利，还得多亏您赐予我的神奇能力。整个南湾区所有的工厂和地皮？是的。看来还是小瞧了他的手腕吗？这么大一片地皮，外加几十家工厂，他究竟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办到的？而且丰厚的能力和我最初的设想简直是南辕北辙。我本意是希望他能自主繁衍生命，没想到如今却演变成了用体液操控人类，真是罪过。看来有必要对他的能力再深入研究一番。004，你干得不错。另外，我需要抽你一点血做研究。从004那取了些血样后，我提着一个黑色手提箱走下楼。出门之时，我恰好与一名少年擦肩而过，刹那间，我竟然嗅到了一股极品材料的芬芳。002，目标照片已发送，给我搞点他的血来，100毫升足矣。大人既然想要他的血，那就只好请他贡献一下了。老板，买单。004，你确定目标就在这？绝对没错，我的厨风一直盯着他，他最后就消失在这所学校里。目标叫楚阳。不过他最近有些反常，身体素质莫名其妙的变强了，嘴里还老念叨着什么游戏，你最好小心点。愚人收起手机，抬头望去，眼前竟又是一所高中。愚人刚上前几步，保安室里就冲出个大爷：“你谁呀？这里不准闲人进去。”大爷，我认识一个老头，活到90多岁，身体还倍儿棒，您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大爷听完这话，明显愣住了。嗨，为啥？因为他从不多管闲事。你小子吓唬谁呢？告诉你，大爷我年轻时也是铜锣湾扛把子，今天别说你个小瘪三，就是泰森来了也得。废话真多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响起一阵湿哒哒的脚步声，睡梦中的楚阳被惊醒。大半夜的，什么动静？走廊里的声音却又戛然而止，他刚想继续睡，走廊外竟传来一阵沙哑诡异的哭泣声。楚阳眉头紧锁，谁啊这是？3更半夜不睡觉，搁这鬼叫什么？念头刚起，楚阳猛地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这哭声，这湿漉漉的脚步，难道是那个愚人？不等他多想，诡异的哭声已近在咫尺。楚阳拔腿就跑，却又意识到愚人就在门外，硬生生刹住了脚步。我找到你了。楚阳转身冲向窗户，一跃而下。再抬头时，那愚人竟站在窗边，转瞬又凭空消失了。消失了，是走了，还是去追别人了？又或者他已经在我身后了？抓到你了，麻烦你去死一死吧！我连海都没见过，更没吃过一条鱼。你要报复，也该去找那些吃鱼的人啊！干嘛非要攻击我？你逃不掉的。这该死的哭声简直是作弊，只要我能听见，他就能精准定位我。对了，我怎么把那个给忘了？楚阳迅速掏出耳机戴上，音乐声开到最大，瞬间盖过了那烦人的哭声。正当楚阳准备反杀愚人，却瞥见旁边蹲着一只渡鸦。好家伙，我这是捅了 BOSS 窝吗？这渡鸦不会是001吧？渡鸦似乎听懂了，愣了一下，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来不及细想，愚人已冲到拐角，楚阳蓄力一拳正中其面门，直接把他打懵了。楚阳乘胜追击，拳脚如雨点般落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愚人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。未觉后患，楚阳抄起旁边的钢筋，狠狠刺穿了愚人的胸膛。干掉愚人后，楚阳警惕地寻找渡鸦的踪影。那家伙真的飞走了吗？喂，是北岭市公安局吗？我被一个鱼头怪物袭击了。您好，请告知您当前的位置。阳山区第2中学。请待在原地，不要走动，我们立刻就到。不对劲，愚人的尸体呢？等会儿警察来了，我怎么解释？你好，我是杨岩，是你报的警？对，是我。你电话里说遭到了愚人袭击，那东西现在在哪？他本来就在那儿，可我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。小刘，勘察现场，把地上的鳞片带回去化验，看看和之前案子的是否吻合。收到。小伙子，你看起来好像没受伤啊。所以我应该缺胳膊少腿吗？你没事当然是最好的结果，但你确定自己看到的是愚人？我万分确定，他浑身上下都是鱼鳞，而且他的速度和力量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有的。好吧，另外还得麻烦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，别紧张，就是例行做个笔录。关于这个愚人的案子，这已经是第6起相关案件了，而在这6起案子中，你是目前唯一的幸存者，因此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向你了解。只要是我知道的，一定知无不言。在回警局的车上，楚阳把自己遭遇愚人的经过和盘托出。至于为什么能反杀愚人，他把功劳都推给了保安大爷叫的8极拳。但实际上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那场神秘的游戏。我叫楚阳，一名普通的高中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发现了一款神秘的游戏，在游戏里，我的意识会进入特定场景，与各种怪物展开殊死搏斗。只要通关，就能获得各种奖励，这些奖励甚至能强化我现实中的身体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游戏里的怪物竟然会出现在现实世界。你说你用保安教的8极拳干掉了一个愚人，你确定是愚人？你没看错。我确定。局长，你也听到了吧？现在您还觉得那只是穿着道具服的疯子吗？该死的！说好的建国以后不许成精呢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愚人是靠猎物的听
觉来捕食的。没错，只要听见了鱼人的哭声，无论你躲到哪儿，他都能找到你。难怪那哭泣鱼人最早的案子是1个月前，当时就有9人遇害。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段录音，正好录下了鱼人的哭声，你听听，是不是这个声音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局长，你也看到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再次向您提议，成立非自然事件调查小组。明天一早把申请交给我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这边通过了，不代表上头就一定会批准，但我会尽力向上级陈述利弊的。多谢局长，你是鱼人案目前唯一的幸存者。如果那鱼人没死，他很可能会再来找你，所以我诚挚邀请你协助我们，共同调查这起哭泣鱼人案。我们承诺会拼尽全力保障你的人身安全。好的，我会尽力协助你们尽快破案。此刻的咖啡店里，豆芽拖着遍体鳞伤的鱼人闯了进来。快去请大人，002快不行了。店员见状，立刻迎上去。怎么回事？谁能把002伤成这样？没时间解释了，我先去找大人。主人002快撑不住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动静再大点，对面的警察局都能听见。走吧，去看看。002呼吸都快没了，能不能救活，全看天意。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二话不说，将药剂灌进鱼人嘴里，他身体开始疯狂抽搐，时而膨胀，时而收缩。紧接着，他猛地抓住钢筋，一把从胸口拔了出来。005把他拖到仓库里，让他自个儿慢慢恢复。002的伤应该不是枪伤。是的，大人，那蠢货是被人用拳头活活揍成这样的。鱼人变身后，身体机能可是常人的3倍，就算把泰森请来，也不可能把他打成这副德行。极品材料果然名不虚传，难道说他也有某种特殊能力？主人，这次行动其实不能全怪002，他只是太莽撞轻敌了。别废话，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给我讲清楚。豆芽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汇报了。这可就有意思了。白天我就觉得那少年身上有股力量在吸引我。001，等002恢复了，带上录像设备再去找那少年，把过程给我拍回来。另外给我注意点，别把人弄死了，我还留着他有用的。恢复的不错嘛，恭喜你，迎来了自己的第2次进化。第2次进化吗？确实感觉不一样了，身体仿佛更加完美，是百川大人救了我。不然呢？就你昨天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神仙来了也得摇头。除了大人，谁还有这本事救你？大人明明说过不管我们死活，却还是赐予我珍贵的药剂，我真是受之有愧。大人让我们再去找那小子一次，这次要全程录像，摸清他的能力。不过你可别再把自己玩死了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第2次。入夜后的南湾巷下起小雨，也不知是哪位老板这么豪横，把整个南湾都包了，害得我们卸货都没地方去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人家不是给钱了吗？赶紧干活。我的个乖乖，海里怎么冒出这么大一条黄河鲤鱼？妈呀，是鱼人。与我一同拥抱进化吧。我怎么变成怪物了？002深潜者2次进化，海王，药剂成分为丰厚之血，黑叉齿鱼和蒙月，颜色呈暗红色。进化后的002，腹部能容纳比自身大10倍的物体，变身可控，还能制造忠于自己的眷属，其余特性未知。小的们，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绝对服从。主人，我还有老婆孩子，他们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一员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世上，你们可以为所欲为，唯独不能违抗我和那位大人的命令。那位大人是？你们还没资格知道他的存在。不错嘛，002，这次准备的这么充分。我不能再让百川大人失望了，所以这次我绝不会再轻敌。你这么想就对了，我们的目标已经跟警方搅和在一起了，他们甚至成立了个什么非自然调查组，摆明了就是冲我们来的。大人对此没下达任何指示，想必是在考验你，毕竟你是我们中唯一2次进化的。鱼人沉默了片刻，那这些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多，至少要20万的深潜者军团。20万的深潜者军团？你疯了？你是想攻打联合国总部吗？你要对付的不过是个不到100人的小警局罢了。上次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结果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这次我必须万无一失。你小子这是传说中的慎永流吗？此刻的公寓内，我正陷入沉思。004的血让002获得了创造眷属的能力，但终究无法自我创造。看来还是得考虑涡虫的基因嘛。这2只吸血鬼试剂的成分略有不同。1号药剂的主材是人血、蝙蝠与瓮端，2号药剂的主材则是蚂蟥、蝙蝠和瓮端。另外2瓶药剂里都掺了2代深潜者的血，就是不知效果会差多少。该找谁来做实验呢？要是让那5个人去抓，也不知道能抓来什么货色。说到底还是得靠自己，看来我得亲
亲自动手了。北岭市的街头，一个身穿雨衣的渔人正慢悠悠地走着，他忽然停下脚步。有人在听我的录音，一共19个人，这下可棘手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看来得再多想几个法子。李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说你被学校开除了，你到底犯了什么事？你倒是说句话。2年不见，怎么还是个闷葫芦？有什么委屈跟我说不行吗？我又不会笑你。雨停了。什么雨停了？这儿根本就没下雨啊！哎呀，你又不说话了，你身上怎么一股鱼腥味儿？你说句话好不好？你仔细想想高中那3年，是不是只有我对你最好？你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？我还有工作要忙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？我说了，别再跟着我，滚！哼！哎呀呀，这小姑娘是谁呀？看起来对你挺不错的样子嘛。你刚才那么凶她，人家怕是心都碎了。不如把她也变成深潜者，就凭她对你的态度，要是成了深潜者，绝对比你那些手下忠心多了。那女人太聒噪，派不上什么用场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开始行动了。真是有趣。南烟是我们这次的重点调查对象，关于他的一切，之前的总结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有，我们这次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搞清楚南燕里到底藏着什么。不管是怪物还是人类，我们必须找到答案。都听好了，这次行动的对手可能不再是人类，这或许是我们首次接触怪物，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本次行动代号波云，所有人检查装备，我们立刻出发。你确定他们会从这里经过？他们的路线没变，总共4辆警车，17个人，目标直指南烟。去通知一下风后，告诉他已经暴露了。Hello， 风后在吗？我找风后有事。004，你已经暴露了。0022说警察正朝你那边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把电话给李渊。风后，这群人里有个家伙你肯定对付不了，那小子邪门得很，立刻把酒店里的普通人全清走，然后放出我的深潜者军团。全部吗？对，全部。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南燕。楚阳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先过了今晚这关吧。别再立 flag 了，小心一会儿就暴毙。我的任务主要是录像，好戏就要开场了，我就先走一步。怎么这么安静？难道我们来晚了？恐怕这里摆的是鸿门宴，这是想请君入瓮啊！都给我打起精神，我们的对手可不是普通人。楚阳，你也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自保的本事我还是有的。贵宾这么快就到了吗？虽然那条鱼说不让我们插手，可这里毕竟是我的地盘，我可不想让这儿变成海鲜市场。你们都机灵点儿，该拉闸的拉闸，该偷袭的偷袭，该守门的守门。但凡敢踏进这扇门的，就让他们把命留下。是，主人。有一群小警察在我这儿喝多了闹事，结果脚滑全都摔死了。这可怪不得别人，您一定会秉公处理的，对吧？是的，风后大人。什么？整栋楼的客房一个人都没？奇怪，就算知道我们要来，也不可能疏散的这么快，除非每个人都异常听话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花了钱的顾客会这么老实听话，就算动用强制手段，也不可能一个刺头都没有。而且这可是酒店，假设有对情侣正在办事，工作人员突然闯进去让他们走，他们会乐意。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危险程度。各位，游戏开始了。呼叫队长，我们这边遭遇鱼人，重复，我们遭遇了鱼人。你们那边有多少？目测有近100只。允许直接开火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支援。李渊见状，身影一闪，便到了鱼人后方。鱼人看到黑洞洞的枪口，没有一个敢动，因为他们曾经也是人，也怕枪，即便成了怪物，中枪照样会死。李渊见此，发出一声怒吼，鱼人们瞬间双眼赤红，疯了似的蜂拥而上，枪声大作，有鱼人被爆头倒下，但空缺马上被新的鱼人补上。没多久，一只鱼人就冲破了防线，他在枪林弹雨中如恶犬般扑上，利爪直接刺穿了警察的腹部。那人临死前扣动了最后一次扳机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鱼人扑了上去。呼叫队长，队长2队已经。8人小队就此全军覆没。另一头，9人小队正步步紧逼而来，鱼人见枪纷纷后退。李渊见状，再次发出诡异的嘶吼。听到这声音，所有鱼人双眼通红，不再畏惧枪弹，疯了一样向前猛冲。就在此刻，李渊眉头一紧，他察觉到一股杀意，只见楚阳枪口瞬间对准他，果断扣下扳机。李渊见状，立刻抓过一只鱼人挡在身前，子弹被尽数拦下。被发现了吗？真是可惜。张警官，你带伤员先撤，我来殿后。我练过8击拳，他们一时半会儿奈何不了我，你快去叫支援。楚阳，你听我说，他们是想用我们耗死你。我最后求你一件事，把消息带出去，让高层知道怪物已经渗透了人类社会。扬言的话音刚落，李渊的眼神瞬间冰冷。看来必须亲自出手了。今天谁都能活，唯独楚阳必须死。这不光是任务，还夹杂着私人恩怨。李渊正要动手，却又突然停住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奇怪，怎么停电了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好重的鱼腥味，难道是我喝糊涂了？李渊那个混蛋居然敢吼我！哼，亏我还那么关心他，要不是以前喜欢过他，我才懒得理他。也该回去了，不然酒店该收我过夜费了。
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。海王说了，让他离开。风后接收着工蜂传回的信息，满心不解。那条鱼在搞什么鬼？跟我玩碟中谍吗？喂，臭鸟，002到底在搞什么？谁知道呢？8成是碰见老情人了吧？把电话给002，让那个女人走。你说什么？她既然出现在这里，就绝不能让她活着离开。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我的任务是解决楚阳，疏散人群是你的活，可你偏偏漏掉了一个。那我现在不就在处理吗？我劝你最好别动她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威胁我？老太婆生气可是会长皱纹的。好啊，我这老太婆手下有几家 KFC， 要不要考虑进我的全家桶？今晚的太阳有点刺眼啊。001，你来帮我个忙。不行啊，我只负责录像，何况你没权利命令我，哪怕是请求也不行，我只听从那位大人的命令。哦，对了，你也不许去，除非你想我在百川大人面前告你一状。那我就先完成我的任务。楚阳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他心一横，猛地掏出手雷，并拉开保险。李渊见状大惊，急速后退，但冲击波还是将他震飞老远。烟雾散尽，楚阳和2名警察早已不见踪影。给我追上他们，楚阳，你跑不掉的。你就是那天杀我的鱼人吧？你果然还活着。友情提示一下，快点哦，你那边可快撑不住了呢。知道了，我的任务结束了。里面的人不许动，全都双手抱头，放下武器。该死的，把这里给我毁了啊！